Welcome back, Chinese learners！ 这里是街头中文 Street Chinese， 我是 Michael。在天津的街头，只有我带给你最日常、最清晰易懂的中文表达。来呀！嘿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那今天我们来讲几个关于购物和商场的中文词汇。那如果你喜欢跟我们一起学中文，觉得我们的视频有帮助，别忘了点个订阅和赞。也别错过视频结尾和下方的学习材料，用它们提升你的中文水平。在中文里，一般我们会说我要去买一些东西，或者说我要去买点东西，我要去商场买点东西，或者说我要去商场购物，我要去商场购物，这也是可以的。但是购物有点过于正式，我们日常用语里面不会说我要去购物，我今天要去购物。一般来说我们说我们要去买一点东西，我要去买点东西，这样就足够了。那么对于天津市这样一个有着1300万人口，并且大部分都在市区的这么一个地方，有着太多的商场。如果说你只是告诉出租司机说我想来商场，我想来市中心的商场，他一定是不知道带你去哪里。那么商场在这里呢，是我们的一个统称，你可以在商场买东西，也可以在商场来遛弯，哪怕什么都不买也可以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他们的名称通常不是叫商场，而是叫什么什么广场，或者呢是什么什么城。比方说像天津的鲁能城、大悦城，还有我身后的海信广场。现在我进入商场里，我们的眼前是一个导航图。这个导航图有的商场会给出一个电子的地图，能够标示各个店的位置都在哪。但是很不幸，这家商场呢有一点老，它呢就只有这个导航图了。导航图会显示每一层都有哪些店，这样很清晰的就能看出来。如果你有想找的店，直接看这里，你就知道该去哪。下面呢，有些商店会有它的图。你像我们如果要去星巴克，它就在3层，非常的好找。那每座商场必不可少的，当然就是我身后的扶梯。这个扶梯是电梯中的一种，因为要手扶的，我们一般管它叫做扶梯。那与之相对的就是直梯，或者说叫直升电梯。商场里这种直上直下的电梯，中文一般叫直梯或者直升电梯。像这个商场楼层比较高，像这样的商场，通常直升电梯都会用的非常多，非常的方便。然后你也可以看一看直升电梯窗外的景色，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直梯的缘故。那么商场里除了有直梯和扶梯，还有一种货梯。货梯就是运输货物的，维持商场的物流供给非常的重要。但是我们作为顾客，一般来说呢，当然是不会坐货梯。货梯虽然大，但是对于顾客来说还是有点太奇怪了。说到电梯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你要知道在中文里面楼和层。我们说1楼1层，2楼2层，或者6楼6层，楼和层都是可以，而且可以互换的。那么对于地下，我们说地下1层，地下2层。现在让我们再坐直升电梯回到1层。许多商场的1层都会给化妆品店，那化妆品店的这里有这么多化妆品店，我也不会带你们每一个都看过来。那化妆品当然来说，就是女士们的香水、面霜、那个眼霜，可能还有很多其他我不太清楚的东西。那现在我身后的就是服装店，服装店当然是大家最喜欢去的店。按季节分，我们有春秋装，我们有夏装，还有冬装。那现在是冬天，
当然最畅销的就是冬装，但是有可能你会在一些小店里面遇到促销的春秋装没有卖完，这当然也有可能。按功能性，我们还有西装，有休闲装，还有运动装，这些通常也都不会在一起售卖。当然还有按性别，我们有男装、女装，有的店儿可能只卖男装，有的店儿只卖女装，有的店儿可能男女装都卖。那我们当然还有儿童装，也不能忘了孩子们。那么我们现在来到了鞋店儿，你可以看到鞋呢，当然就是你脚下穿的鞋子，在这里面都可以买到。女士的鞋和男士的鞋通常不会放到一起去卖。那你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，它明显是一个卖女鞋的店儿。商场里可能也会有眼镜店，眼镜一般呢既指我们带有度数的，像近视镜、远视镜或者老花镜，也可以指太阳镜，就像我身后的这些。如果你足够了解中国，可能你已经知道中国的交易现在很少是现金，通常都是通过数字支付的方式。但是你看，这个商场里还留着一座收银台，你看这个 cashier 的图标。那么我身后的这就是一个已经停止服务的收银台，已经没有工作人员在这里，我也不知道它可以做什么。但是通常来说，在过去，人们在这里拿着买东西的票据，在这里面支付现金。但是现在很显然，大家都不再用它了。我身后是这座商场的超市，超市在中文里也就是超级市场的简称。你可以在超市里面买日用品、买食品、买各种你想得到的东西。中国的超市和全球的超市大同小异，但是可能熟食会多一些，有的超市甚至还能买到现成的食品。你要是买到现成的食品呢，可以在休息区、超市一般附近或者超市里面都会有休息区，你可以在那里直接吃，也通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那有的商场还会有书店，书店当然就是你买书、看书的地方，也可以歇脚。然后有些商店呢现在会有咖啡，但是呢，像我身后的这个书店，如果不买咖啡的话，它一般呢也不会让你休息。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样是否合理？我的个人呢很喜欢看书，如果你有什么喜欢看的书，也可以在下面评论区告诉我，也许我会安排一些有声阅读带给你们。这显然是一个玩具店，我从12岁之后就没再来过这种店了。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，肯定还是非常的有吸引力。如果带着孩子的话，这里肯定是你不想错过的地方。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暂时还没有小孩的人，还是算了吧。看一棵中国商场里的圣诞树 Christmas tree， 我知道在你们那里商场的圣诞树通常早在11月底可能12月初就已经被布置了。在中国的商场里能见到这样的一棵圣诞树并不是很常见。 So Merry Christmas to you all in advance。 在中国的商场里，餐厅通常都非常多，因为中国人本身就很重视饮食，尤其是很喜欢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。那么逛商场和吃饭通常都是安排到一起的。很多中国商场并不一定会设置一个集中的美食广场，相反，餐厅会分散在商场的各个楼层，并且通常都是像一层以及顶层或者是地下一层，让你随时都能找到吃饭的地方。这是一家甜品店，甜品在中文里当然就是指各种甜的食物，也就是 desserts。 那么看看这些布丁和蛋糕，当然是非常的棒。那如果你是一个甜食爱好者，商场里的甜品店一定是你不能错过的好地方。通常呢，这些甜品店的附近也会有休息的区域。那如果说你要跟朋友在商场里开一个小小的下午茶派对，那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这里是一个休息区，我们刚才提到
你可以在这喝杯咖啡、办公、读书，基本上干什么都可以，只要记得一点就好，不要打扰其他人。如果你的手机恰好没电了，你看有一些休息区会有提供插座，那么你可以在这里给手机充个电，或者给你的其他设备充个电，都是非常方便的。如果你要一口气儿在商场里逛上几个小时，你一定会想知道的就是卫生间到底在哪儿。这个卫生间，也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叫厕所，但是正式来说，我们还是叫卫生间。那中文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盥洗室，但是盥洗室的这个称呼实在是过于正式了，而不是很常用。到商场里面一定要知道几个比较好找的卫生间的位置在哪，否则如果你需要但是又找不到的时候，那可真的是会非常着急。如果你实在找不到，也可以去找一个问询台，问一问那里的工作人员，你可能会有收获。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我希望你已经记住了几个关于购物和商场的中文词汇与表达。我也把视频中出现的一些其他生词总结到了视频结尾的生词表上，你可以查看、复习、学习。那么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也不要忘记给我点一个赞和订阅。如果你还有正在学习中文的其他伙伴朋友，也不要忘记分享给他们。那么这里是 Street Chinese， 我是 Michael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，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， 拜拜。